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同一家公司在同一个星期里，能不能既是这个时代最贵的一次上市，又是3只小盘股被集体点火的根源？4月1日 ，SpaceX 向美国证监会秘密递交了招股书，目标6月挂牌，估值1.75万亿美元，募资最高750亿美元，21家投行联合承销，内部代号叫 Project Apex。这是美股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公开发行。同一个星期 ，Rocket Lab 的股价继续往上冲 ，AST SpaceMobile 的市值逼近300亿 ，Intuitive Machines 从年底的低点已经翻了3倍多。你如果只看这个画面，你会觉得这是同一件好事。SpaceX 要上市，太空赛道全面沸腾，所有相关的股票一起吃肉。但我直接说，这3只小弟现在正在经历的涨，和 SpaceX 真正挂牌那一刻会发生的事情，不是同一个故事。他们不仅不是同一个故事，方向很可能是反的。这期结束之后，你会知道，当你决定要不要现在追 RKLB、AST、LUNR 的时候，你真正该盯的不是他们3家的财报，而是 SpaceX 挂牌的那本日历。这个逻辑，大多数散户是反的。接下来30秒，我先把背景盯死，然后带你看一个你几乎没在中文财经圈听过的真相。SpaceX 这家公司已经不再是一家造火箭的公司，它的底层是可回收火箭带来的最便宜的太空物流，它的中层是星链，920万付费用户，2025年全年收入超过100亿美元，市场预测到今年年底要冲到240亿。它的最顶层是2月份刚刚完成的一件大事，它和马斯克的 XAI 用全股票完成了合并。合并之后，整个公司被估到 1.25 万亿美元。这一次秘密递交招股书之后，目标估值从 1.25 万亿直接推高到 1.75 万亿。你注意一个细节，这次 SpaceX 给散户留了3成的份额，这在顶级 IPO 里是闻所未见的。顶级 IPO 通常只给散户1成左右，它等于在告诉你，马斯克知道这一场游戏里最需要被拉进来的是谁。再注意另一个细节，纳斯达克为它改了规则，上市之后15天之内，它就可以进入纳斯达克100指数。一旦进指数，全球所有跟踪纳斯达克100的指数基金会被迫按比例买入，这比被动资金的规模你自己算一下。还有一件很多人忽略的是 ，SpaceX 这一次招股书里，除了 Starship 和星链，还写进了一个听起来像科幻的业务，叫太空数据中心。具体的逻辑是用 SpaceX 自己的火箭把算力送到近地轨道上去，然后用 XAI 的训练任务填满这些轨道数据中心。这件事能不能成，没有人知道。但华尔街给 SpaceX 的这 1.75 万亿估值里，有相当一部分不是付给现有的业务的，而是付给这个还没兑现的故事的。你记住这一句话，后面我会再回来用它解释一件事。好，这就是背景。现在进入正题，这里有一个让很多人不舒服的结论，我先把结论放出来，后面再用每一段给你推导。你现在买 RKLB、STS、LUNR 吃的根本不是他们自己的基本面红利，你吃的是一种在金融里非常具体的东西，叫流动性真空溢价。什么叫流动性真空？在 SpaceX 正式敲钟之前，全球所有想配置太空赛道的大资金都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他们想买 SpaceX 买不到，他们只能把原本计划配给 SpaceX 的那笔钱临时寄存在3只在二级市场真正能买到的公司身上。这3家就是 RKLB、ASTS、LUNR。这不是因为这3家突然变好了，而是因为大资金没有别的选择。这是我的第一个初步判断。你现在追这3只，本质上是在和机构比赛，看谁能在 SpaceX 挂牌之前把最后一口汤喝完。至于喝完之后会怎样，我在后面会用一个真实的历史案例告诉你。那段故事的结局并不浪漫。先看 Rocket Lab， 你可能觉得 RKLB 是一个好故事。目前全球第2活跃的商业发射商，过去12个月完成了85次 Electron 发射，订单积压超过20亿美元，刚刚签下一笔 1.9 亿美元的高超音速试飞合同。它真正的杀手锏是中型可复用火箭 Neutron， 管理层给出的首飞时间是今年第4季度。你脑子里的故事大概是这样。Neutron 一旦首飞成功， RKLB 就从小型快递升级为干线物流商，直接进入猎鹰9号的竞争带。 SpaceX 一上市，把估值天花板抬起来， RKLB 顺势翻1倍。现在我告诉你，机构在这里看的是什么？管理层最不想让你注意到的是什么？机构在看的是 Neutron 从2024年就一直在延期，从2024年推到2025年，再从2025年推到今年第4季度。一部分华尔街分析师现在已经把模型里的首飞时间直接改成了2027年年初。 RKLB 在2025年第4季度的运营亏损是5100万美元，市销率56倍。这不是一个便宜的故事，这是一个被 SpaceX 光环硬撑起来的故事。管理层最不想让你看到的是什么？就在4月8日，你听清楚这个日期，就在 SpaceX 递交招股书之后的第7天， RKLB 完成了一笔4亿7400万美元的增发。也就是说，在所有散户以为光环来了的那一刻，公司在悄悄稀释你手里的股份，这不是一件坏事。公司需要现金，但你必须明白一件事，管理层自己也觉得现在这个价位是他们融资的最佳窗口，连管理层都在卖。
你还在买。散户通常在哪一刻被烧到，就是看到 SpaceX 上市、太空板块、Neutron、首飞这3个关键词叠在一起的新闻标题，然后冲进去以为自己抓到了主升浪，接着在6月份发现 SpaceX 挂牌当天，自己的 RKLB 先跌了 10%， 原因不是基本面出问题，原因是机构的钱被抽走去认购真正的 SpaceX 了。这里我要插一句关于预期差的话，华尔街现在对 RKLB 2026年的共识预期是收入增长 60% 左右，这听起来很猛，但市场隐含的预期比这个数字还要高一截，因为大家已经把 Neutron 首飞的部分成功概率提前写进了股价里，也就是说，就算 RKLB 接下来的财报做到了 60% 的增长，它也只是刚好达到共识，完全没有达到市场隐含的预期。这就是为什么超预期的公司有时候会跌，因为市场在玩的根本不是你看到的那个预期。好， RKLB 讲完了，但还有一件更奇怪的事，再看 AST SpaceMobile， 这家公司是这3只里最难看懂的一只，它的故事非常性感，不用终端，不用锅，你手里的普通手机直接连卫星，市值已经被推到270亿美元附近，已经签下 AT&T、Verizon、Vodafone 这些巨头的合作协议。但是你现在如果去问任何一个追 ASTS 的散户 ，ASTS 现在天上到底有几颗可以用的商用卫星？10个人里有8个会告诉你25颗，25颗，这个数字是错的。你打开 ASTS 自己的官方资料，到此刻为止 ，ASTS 真正在轨的下一代蓝鸟卫星只有1颗。就是去年12月刚发射的蓝鸟6号，加上2024年9月发射的第1代蓝鸟1号到5号，一共是6颗商用卫星，再算上更早的那颗测试卫星，7颗，没有25。那25这个数字从哪里来的？它是 ASTS 自己计划里的一个门槛。公司说，只要做到25颗，就可以实现美国境内的间歇式全国覆盖，这是一个目标，不是现状。你现在重新看一下这个画面，270亿美元的市值，实际在轨的商用卫星只有6颗。要在今年年底之前把这个数字冲到45颗到60颗之间，这不是一个基本面故事，这是一个执行风险极高的故事。任何一次发射事故，任何一次合同延期，都是直接砸在股价上的。再给你一个具体的数字感， ASTS 自己对外的发射节奏是，从今年2月开始，平均每1到2个月发射一次，每次最多8颗。你自己算一下，从4月到12月，总共8个多月，按最乐观的节奏，也就大概能再发射40颗左右。这意味着任何一次延期，最终的年底数字都会落在45颗的下限附近。一旦掉到45颗以下，所谓的连续覆盖承诺就要推迟。这家公司今年2月还做了一笔10亿多美元的可转债融资，稀释股本之后，管理层自己也在为执行风险做准备。机构在这里想的是什么？机构非常清楚 ASTS 的真实卫星数，他们在这个价位买入，买的不是6颗卫星，他们买的是 SpaceX 上市会把整个卫星互联网赛道的估值系数抬高这一件事。一旦 SpaceX 挂牌带出星链的真实财务数据，只要星链的毛利率低于市场预期中的梦想值，第一个被重新定价的就是 ASTS。因为他是拿同样的故事在卖估值，散户通常在哪里被套？通常是在看到 A-Stars 签下新运营商之类的标题之后，在某个小小的利好日子追进去，然后在 SpaceX 招股书公开的那一周，突然发现自己的 ASIC 从100块跌到70块，因为新链的毛利数据让市场重新校准了整个太空宽带赛道的估值倍数，这就是你需要知道的第2个转折点。现在我把初步判断再往前推一步，你在这3只身上看到的涨幅，本质上是基于新链一定非常赚钱这个假设。这个假设只要 SpaceX 的招股书一公开，就会被定量。招股书可能会证明这个假设是对的，也可能会证明这个假设比市场想象的更脆弱。但不管哪一种情况，估值都会被重新定价一次。这就是第2个判断，新信息会在6月之前把这3只股票的估值基础推翻一次。最后是 Intuitive Machines， LUNR 是这3只里最小的一只，市值大约36到49亿美元之间，看你用哪天的收盘价。它不发射火箭，不做手机宽带，它做的是月球表面运输和基础设施服务。说白了，它是跑月球这条航线的包工头。LUNR 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变量，是前面2家没有的。它的股价和美国航天局的阿尔忒弥斯项目直接挂钩。就在4月2日，阿尔忒弥斯2号发射成功， LUNR 当天一度涨了 16% 以上。那为什么我还是要把它放进这个故事？因为 LUNR 是 ARKX 这支 ETF 的核心成分股。ARKX 在今年已经改名叫 Space and Defense Innovation ETF， 它的前10大持仓里 Rocket Lab 占 7% 以上，Kratos 占 6%到8%，Lanler 也是核心的小盘成长型持仓之一。这里有一个你必须明白的资金学常识，散户买不到 SpaceX 原始股，散户会做什么？他们会去买 ARKX 或者其他太空主题 ETF。ETF 收到钱之后，基金经理必须按比例买入成分股。LUNR 只有不到40亿的流通盘，一点点增量资金进去，就能把它抬到天上。
这就是小盘股的弹性。你再想一层 ，SpaceX 一旦挂牌，华尔街几乎肯定会在几个星期内推出新的太空主题 ETF， 专门用来承接散户对 SpaceX 的热情。这些新 ETF 在建仓的前几周会大规模买入所有现存的太空相关股票，包括 London， 这会给 Luna 再叠加一轮被动资金的涌入。很多散户会把这一轮涌入错误的解读成 Luna 基本面的突破，不是的，它只是一个机械的建仓流程。但弹性的另一面就是脆性，散户和机构之间的时间差在这里变得非常致命。散户通常是在消息已经反映在股价上的那一刻冲进去买 ETF， 机构则是在消息还没出来的前一个季度就已经把成分股提前配置好。你作为 ETF 份额的最后买入方，实际上是在给机构最早买入的那部分仓位抬轿子。这个时间差在正常市场里可能就是几个百分点，但在 SpaceX 上市这种罕见的流动性事件附近，这个时间差可能是 30% 到 50% 的涨幅，这笔钱机构已经吃过了，你再进去吃的是转手之后的最后一小块。这里我要单独讲一件事，叫风险后溢。你会在这3家公司的报道里经常看到这样的句子：订单锁定到2028年，产能已经售罄，未来3年收入可见性充足，听起来都非常好。但你必须明白一件事，这种远期确定性是一把双刃剑，表面上降低了风险，实际上只是把风险从今年推到明年，推到后年。而市场的定价机制恰恰相反，越远期的确定性越容易被提前交易到股价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这些公司真正兑现那些订单的时候，股价已经没有新的上涨动力了，因为市场早就把那一部分价值吃完了。你看起来好像在持有一家未来几年都没问题的公司，但你手里的股票已经没有了向上的弹性。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基本面投资者在这类故事里最后都是赚到了业绩却亏了股价。 RK、LB、STS、LUNR 3家身上都有这个逻辑，他们的未来订单越确定，你在现在这个点位进场就越危险。这里我要停一下，讲一段历史。2012年5月 Facebook 准备上市，当时市场上有一家和它深度绑定的公司叫 Zynga， 80% 的营收来自 Facebook 的游戏平台。所有散户在 Facebook 招股书递交之后的那几个月里，都把 Zynga 当成 Facebook 最纯正的代理股。在 Facebook 正式挂牌之前的4个交易日， Zynga 涨了 10% 以上。5月18日 Facebook 正式挂牌，同一天发生了什么？ Zynga 开盘后2个小时内，股价直接跌穿 10%。 纳斯达克为了防止流动性崩盘，2次启动熔断。那一天 Zynga 最后收在7块1毛6。这不是 Zynga 突然变坏了， Zynga 还是那个 Zynga，用户数没有减少，财报没有暴雷，但是有2件事在那一天同时发生。第一，所有把 Zynga 当作 Facebook 代理股的机构终于可以去买真正的 Facebook 了，他们集体把 Zynga 的仓位转移到 Facebook 身上。第二， Facebook 本身在开盘之后涨幅远远低于预期，整个社交赛道的光环效应瞬间消失， Zynga 从那一天起再也没有回到那个高点。接下来的2个月 Zynga 从7块多一路跌到3块，跌幅 60%， 从一家被誉为下一个社交巨头的公司变成了一家被华尔街抛弃的公司。你现在把 Zynga 替换成 RKLB、ASTS 或者 Longer， 把 Facebook 替换成 SpaceX， 这个故事的结构是一模一样的。这不是一次精准的历史预言，而是同一个机制在不同的时代里重复一次。但这次和2012年有一个重要的不同， Facebook 当年挂牌本身是失败的，开盘涨幅极低，而 SpaceX 这次是史上最大的 IPO， 纳斯达克为它改了指数规则，指数基金会被迫买入。这个差别会影响代理股跌下来的速度，但不会改变方向。换句话说， SpaceX 挂牌首日可能不会像 Facebook 那样熄火，但这恰恰让代理股的下跌更快，而不是更慢。因为当真正的巨兽跑出漂亮走势时，机构会更坚决地把代理股的仓位切换过去。代理股越是被好消息推高，切换的动作就越是一刀切。好，现在进入最终判断，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开头说你要盯的是 SpaceX 的挂牌日历，而不是这3家的财报。真正的赌注是这样的，在6月份 SpaceX 正式敲钟的那一天，机构必须面临一次仓位重置，他们会卖掉代理股，去买真正的 SpaceX。 这个动作不是由基本面驱动的，是由合规和配置纪律驱动的。你手里的 RKLB、ASTS、LUNR 会在那一刻集体失血，但在那之前的6到8个星期，资金会继续涌入这3只股票，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SpaceX 还没上钱，没有地方去。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买不买，而是什么时候卖。下面我按4种人给你具体的动作。第一种人，你手里已经有这3只成本在低位，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加仓，
是设一个严格的追踪止损线，具体动作是把止损拉到你当前成本之上20%到25%的位置，然后把时间表锁定在 SpaceX 正式公开招股书的那一周。你要紧盯的先行指标是，一旦市场上出现 SpaceX 公开招股书的标题，你就进入主动减仓模式。无论当天价格怎么走，因为公开之后到正式挂牌之间只有15个交易日，这是机构开始轮换的最后窗口。在这15天里，你卖出的每一股都比敲钟当天卖出的那一股更值钱。第二种人，你已经持仓，而且仓位过重，占你整个投资组合超过15%。你现在要做的是立刻把仓位降到10%以内，不是因为你看空这3家公司，而是因为一次流动性事件可以在1天之内吃掉你30%的账面盈利，你没有必要把自己暴露在那一天里。第三种人，你现在空仓，看着这3只股票在涨，手很痒，你的动作应该是在现在这个位置只开最小仓位的试探单，最多占你可投资金的3%。真正的机会不在 SpaceX 挂牌之前，而在 SpaceX 挂牌之后的10到15个交易日，那时候这3只股票会经历一次集体下杀，估值会被重置，新的买点才会出现。你现在进去吃的是风险最大的一段。第四种人，你有期权能力，或者你可以做系统化的配置，你可以考虑在5月中旬之后，在这3只股票上买入执行价略低于市价的看跌期权，时间点覆盖6月 SpaceX 正式挂牌的那一周。你不是在赌方向，你是在对冲自己的系统性敞口。这一段动作只有看得懂希腊字母的人可以做，看不懂就跳过。有一件事4种人都要记住，所谓的基本面好坏在 SpaceX 挂牌那一刻是完全失效的。那一天唯一起作用的是全球被动资金和主动资金的换仓动作，你的分析再准确也敌不过一笔强制性的卖出指令。留给你的问题是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足够大的玩家进入市场的时候，所有围绕他的小玩家都会先涨一次再跌一次，这是规律。那么下一次当 OpenAI 和 Anthropic 也真的开始走向 IPO 的时候，你会把这一次 RKLB、ASTS、Longer 的经历当成一次什么样的教训来看？是看成一次你错过的机会，还是看成一次你成功跳过的陷阱？这个答案决定了你在下一轮科技巨头上市潮里会变成赢家还是筹码。我是3元，我们下期见。